老彭捧着一盆奶，老洪扛着一個棚，兩人去找牛奶奶，要買榴蓮配牛奶。路過的劉奶奶說劉奶奶沒有榴蓮牛奶。老洪一聽慌了神，扛着盆撞了老彭的盆，倒了的棚砸了牛奶奶的牛，最後變成了老彭不賠盆，老洪不賠棚，劉奶奶不賠牛。好，各位好，我是一點點 Tim， 我今年30歲，我是杭州人，我能夠說非常標準的普通話，你覺得我的話怎麼樣？給我打一個分吧。然後假如說我想糾正我的口音，到底多少時間會出現變化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一點點佳倩，我的普通話現在是這樣的，你可以猜猜我是哪裡人？大家好，我叫插作君，我是福建人，擁有豐富的36年普通話經驗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學好的。你能听出來他們普通話有對應的問題嗎？我當然也有。這一次我們公司的佳倩和插作自告奮勇，將連續21天學習普通話。那首先得來個測驗，讀單音節字詞：粗、敖、溫、雙、來。2. 讀多音節字詞：豐富、影像、畫面流暢、鏡頭語言。朗讀短文，從清晨的第一縷光線到深夜的一盞台燈，抵達每一位觀眾的心底。綜合來看的話呢，兩位同學都不任重道遠，都任重道遠，好嗎？我們的測評結束啊。老師評估了他們發音中出現的問題，總的來說是這些。那接下來這兩位畢業於浙大和國美的同學就需要逐個擊破，每天學習2到3個小時，還要做課後作業。那當然，他們學普通話不是為了有播音腔，而是日常交流能夠更加清晰的表達。這個聲韻歌啊，如果說你能把一口氣把這個裡邊的所有每一個字都能讀好，那代表着全權掌握。翹舌主爭真志照，平舌滋則早在增，擦音發分分飛復，發翻飛分復，擦音發翻分飛復，發翻飛分復，發翻飛分復，分發翻飛發翻發翻飛分復。請 listen， 學好聲韻辨四聲，陰陽賞去要分明，部位方法須找準，開齊合撮數口型，雙唇班報必擺撥，抵舌當地逗點丁，翹舌主爭真志照，平舌滋則早在增，擦音發翻非分復，送氣查柴產徹稱，咬緊字頭歸字尾，陰陽賞去即變聲，循序漸進堅持練，不難達到純和清。這是聲韻歌的完整版，你也可以讀讀看。我們小學1年級也都學過。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作為標準音，那這些音節開頭的輔音叫做聲母，後面的部分叫做韻母。那因為2個人的韻母問題比較大，我自己也有這個問題，所以他們先從韻母學起。那就是這些韻母是大部分南方人真正的噩夢。涼棚，涼棚，沾染，沾染，產生，產生，潺潺，潺潺，象形，象形，漫步，漫步。我是真的很累的。其實前鼻音怎麼讀啊？我不會讀前鼻音。小艾老師大聲小聲，安，這是後鼻音，真的。那簡單來說，前鼻音主要是舌尖參與發音，用舌尖去接觸上齒背，而後鼻音則更多是舌根抬起，用舌根去接觸軟腭中段。在這個過程中，老師還會不斷提到聲調和調值的概念。普通話的聲調分為4類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啊。那為了更直觀地表示這些聲調的高低變化，也就是調值，通常會用到5度標記法。把聲音從低到高分成5個等級，用數字來表示聲音的走向。那實際發音之中常見的問題其實就是調值不夠準確。你可以聽一下老師的示範，感受一下標準的調值。那在整個學習過程之中，也需要每天鍛鍊唇舌靈活度還有力度，也就是這樣的口部操。那如果你想練習的話，可以給你分享大致的這些操作，它們主要是讓口腔更靈活，發音更清楚、乾淨，不會含糊。那佳倩和插作也在課後進行了對應的練習。第一步，打開牙關，牙關是這樣嗎？多好啊！是這樣吧？不是，多好啊！哦，
出气，好，哎，对，好，哎，好一些，多好啊！哎，你看，就是有气在往外走，而不是用喉嚨在发音。这里要注意一下，插座也是我们的学员。但你今天感受到了那股气的感觉。对于佳倩而言，最难的問題就是要學會氣息控制，用氣去修飾發音。它一直存在大白嗓的問題，也就是聲音比較刺耳，缺少起伏和共鳴。那用嗓子和用氣發音到底有什麼差別呢？我們用更直觀的方式來看一下。那通過咽喉鏡來觀察發聲狀態，你會發現佳倩和插座分別讀了1到10，咽喉的情況非常不一樣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你能看到佳倩用嗓子發聲的時候，這個聲帶用力閉合擠壓，喉部整體會比較緊張；而插座在用氣發音的時候，你看這聲帶是自然閉合的，震動均勻，喉部也會更放鬆一些。那扯着嗓子，其實就是剛才那個地方，是不是？對，會出現聲帶的結節、聲帶的息肉，就是因為它所有講話的力氣都是靠2個聲帶在震動，用氣去講話以後，是整個咽腔、勺區以及我們會咽整體的一個功能再去把這件事情給完成，所以它對於整個聲帶的保護會更好。那到底怎麼樣才是用氣發音呢？那其實關鍵就在於氣息有沒有參與進來。吸氣的時候，橫膈膜下降，胸腔打開，空氣進入肺部，腹部自然鼓起；呼氣的時候，由腹部慢慢控制，把氣穩穩地送上來，經過聲帶時帶動它自然震動，再通過口腔和鼻腔形成共鳴，發出聲音。整個氣流是連續平穩往外走的。他們在學習了用氣和所有的韻母之後，再次嘗試了聲韻歌。來，我們一起讀一次吧。1、2、3，走。學好聲韻辨4聲，陰陽賞去要分明。部位方法須找準，開齊合撮數口型。擦音發翻非分腹，送氣查柴產徹稱。循序漸進堅持練，不難達到純和清。你覺得經過前面7天的學習，他們有一點點的變化嗎？那接下來進入聲母的練習，也就是這些，你可以感受一下每個聲母的發音。波、坡、摸、佛、的、特、呢、了、個、可、和、基、七、西、子、次、思、之、吃、是、日。老龍惱怒，鬧老農，老惱農惱怒，鬧老龍。農怒龍惱，農更怒，龍怒農惱，一塌糊塗。這個太難了，這個繞口令你能夠一口氣讀順嗎？那在聲母中，呢和了也是一大難點。發音是呢的舌頭應該平貼住上齒背，氣流從鼻腔出來；了的舌頭輕微立起，抵住硬腭，氣流從舌頭兩邊流出。那在他們練習完所有的聲母之後，也算是把普通話的語音系統的基礎過了一遍。那當然，普通話裡面還有更多複雜的變化，比如說變調、輕聲、兒化音，比如寶貝兒，我們就不一一展開了，我也念得不是很好。而讀到短文和新聞播報的時候，不僅要把單個字詞讀準，還有處理整句話的語調變化和表達技巧，那就更難了一些。那是力爭上游的一種術。一種術是哪種術？一種術。一種術。一種術。對語流音變了吧？那是力爭上游的一種術。又是這個重音嗎？那是力爭上游的一種術。那是力爭上游的一種術。筆直的幹，筆直的支，筆直的幹，筆直的支，筆直的幹，筆直的支。為什麼還是沒有特別標準的原因？就是因為你的表情和口型不夠打開。打開的同時，我也可以只用上軟腭說話呀，對不對？打開的同時，要學會用牙關的力量，讓聲音在整個口腔當中充滿。那佳倩在練習過程之中一直存在牙關打不開的問題，你可以看到她嘴巴會很緊，這樣會讓口腔空間變小，聲音不容易出來。那插座則更多是感情過於豐富，存在重音不對、唱調的問題，也就是情緒帶動了音高變化，但沒有按照普通話本身的聲調走。我們說那個唱調的問題啊，親愛的叔叔阿姨、同學們，你們聽起來的感受是什麼？假惡心。
給他一巴掌。你就是這樣的呀。其實你聽得出來，它的調值是非常混亂的吧？你本來是親愛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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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鵝拿小河，在小河裡拾螺殼。OK， 对，太誇張了。對，太誇張了。口腔裡面發聲位置，鵝的位置永遠不要動，然後你的調值要在你自己舒適的聲調區間當中去進行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商人給了他2個重要的建議，這2個建議很關鍵。好，你的口腔有點擠出來的感覺啊，怎麼感受嘴巴使勁啊？其實我覺得就是你把平常說話的方式打開了就行，有時候說流暢就是那麼一瞬間的事。說不定我明天就會。你直接這樣說，說不定我明天就會了。說不定我明天就會。再打開多一點。說不定我明天就會了。好很多，非常好。但這個打開的也沒怎麼打開啊。哎，比你之前好多了。但這個也沒怎麼打開啊，不就是你正常說話的語氣嗎？我自己會一點都沒有意識到。那這不就是很順暢了嗎？就是這樣說話了嗎？就在這樣不斷嘗試和調整的過程之中，21天的學習慢慢接近了尾聲。那回頭再看，他們已經從最開始的發音混亂，到現在對氣息和聲調還有口腔都有了一定的認識和控制。那當然，老師也說了，如果想要流利的用到生活中，可能還需要訓練2到3個月，甚至半年的時间，才會看到明顯的變化。那今天呢是最後一次課程，我們做一個模擬測試卷，還是第1節課的時候那個測試卷，好不好？看一下進步在哪裡。1、單音節字詞：蹦、耍、得、擾、熬、溫、顯、兒、媪、甕、選、兒、簡、雙、紅、栓、笨、溫、蹦、甕、根、更。這個字怎麼讀？字正腔圓。字正不對。惱怒、惱怒、坦蕩、坦蕩、短視頻、短視頻。豐富、豐富。畫面流暢、畫面流暢。上桑山，扛山桑，背着山桑下桑山。上桑山，砍山桑，背着山桑下桑山。每一個鏡頭都是一次對世界的凝視，每一段剪輯都是一次對情感的梳理。每一個鏡頭都是一次對世界的凝視，每一段剪輯都是一次對情感的梳理。割胯刮筐過寬溝，趕快過溝看怪狗，光看怪狗刮筐扣，花滾筐空割怪狗。哇塞！那課程結束後，他們也想嘗試一下在鏡頭前面一整段的表達，來和你分享一下他們對這次普通話學習的感受。大家好，我是佳倩。最開始我根本聽不出來自己說話到底哪裡不對，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但同時有很多瞬間，我突然就恍然大悟，這種又難又簡單的感覺很莫名其妙。不過我發現，因為要拍攝，我每天都化妝了，有這種毅力，做什麼都能成功的。那以後到底還會用什麼方式說話呢？我應該還是會努力打開牙關，讓發音自然且舒服的去適應和改變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插座。到今天為止，可算是結束了普通話的學習了。要說學普通話的感受，那就是好難。我發現過去這麼多年錯誤的說話方式，已經深度養成了肌肉記憶。如果想要改正它，難如登天。那麼未來我會堅持在生活中使用標準的普通話嗎？不會，因為我發現要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，需要很專注去注意讀音、調值、口腔、語氣等好多細節。我的精力都花在這些事情上了，反而喪失了表達最重要的東西——內容。說實話，我還挺懷念以前的說話方式，好放鬆啊，舌頭都不用動，太爽了。以上就是我學普通話的感受和收穫，謝謝各位。是什麼？哎，二甲？哪裡啊？哎，還真出來了，二甲！我原來在下面。二甲，你也是二甲嗎？二甲。你二甲。哎，你比我高0.3分，我89.1。哇，那其實我就差0.6。沒有，1乙要92分。那差多了。差2分。二甲。